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北京最近真是邪门到家了。先是千年古刹潭柘寺里的帝王树突然断裂，网上全说这是不祥之兆。紧接着天空接连出现2个太阳，巨大日晕，甚至还要来个日食。古人说这可是亡国亡君的警告。更蹊跷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官媒突然改变了对彭丽媛的报道方式，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变成了活动在前，人民在后。别小看这一点点差别，这在中共体制里就是信号，他的地位正在被刻意降级。而习近平本人呢，9月才刚发文，反复强调网络安全靠人民，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其实暴露了最大的恐惧。他怕的正是尼泊尔那一幕，亲共政府因为封网，被年轻人一夜推翻，媒体大楼被烧，北京能不心惊吗？天上的异象，地上的凶兆，权力核心的裂痕，全都同时爆发在北京。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还是说他们正映照出中南海正在发生的某种深层变化？首先我们来聊聊这棵断裂的古树。这事儿发生在9月15号，地点是北京的潭柘寺。这座寺庙可不一般，北京民间有句老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地位之重要。而寺庙里倒下的这棵古树来头就更大了。根据媒体报道和网友的说法，潭柘寺内有一棵神奇的帝王树，是一棵千年古银杏，据说种植于唐代，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了。关于这棵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寺院的住持曾说，每当有新的皇帝登基，树下就会长出新的枝干，与母树合抱；而每当有帝王驾崩，树上就会应声折断一根粗大的树枝。你可能觉得这是迷信，是传说，但是有记载的最近一次就发生在1976年9月9号。那天，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去世，也正是那一天，这棵帝王树上的一棵大树枝突然折断，动静大到把寺庙殿顶的瓦片都砸碎了。历史的巧合总是让人不寒而栗，这次又是千年古树应声断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树木，特别是古树，往往被视为国运的象征。古树的荣枯预示着国家的兴衰，所以这次断裂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立刻炸了锅，很多人直接就说这是不祥之兆。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仅仅是树木正常的枯朽，还是一种来自神秘力量的警示？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您的看法。如果说潭柘寺古树断裂只是个地上的凶兆，那么接下来天上的异象就更让人心惊了。就在古树断裂的2天后，9月17号，北京的天空同时出现了幻日和日晕，也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2个太阳的奇观。紧接着在9月20号，巨大的日晕再次出现，而且根据预报，9月22号，北京还将迎来日偏食。这些现象在现代科学来看都是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但在笃信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这可都是1等1的大事，而且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政权更迭，天下大乱。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根据唐代著名的预言家李淳风写的《以四战》，太阳象征着人间的君王。关于幻日，也就是多个太阳，书里说2日并出，诸侯有谋，是谓灭亡，天下用兵，无道者亡。意思很明确，天上出现2个太阳，预示天下将有2个王，诸侯要造反，无道的君王要灭亡了。关于日晕，书里说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日晕代表着兵变、陈叛、天下亡的征兆。最严重的是日食，古人称之为日食，认为是上天对君主失德的最高警示。李淳风直接就说了，日食必有亡国亡君之灾，而且他还做了量化分析，时少半灾轻，时大半灾重，时即全部亡国杀君之象。只要日食过半，灾难就会很重，君王首当其冲。如果是日全食，那不出3年，国家就要灭亡。
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李淳风和他的以四占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极高，它不是一本简单的占卜书，而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气象学和天文学著作之一，详细记录了各种天灾，并解释其对应的政治军事意义。另一本流传更广的预言书《推背图》，据说也是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所以你看，古书断裂、换日、日晕、日食等等，所有这些在古代被认为是王朝末日才会出现的凶兆，在短短几天内集中在中共的政治心脏北京轮番上演。这背后指向的究竟是什么？天有异象，人有异动。当我们把视线从天上拉回中南海，会发现权力核心内部也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动。而这次变动的风向标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根据新华社的报道，9月19号，彭丽媛出席了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颁奖活动。这本来是常规的夫人外交，但敏感的观察家们发现了一个微小但极其重要的细节：官方报道的格式变了。今年的报道是先说活动，再提彭丽媛的名字。而在2023年、2021年和2017年，同样在北京举办的同一个活动，官媒的报道格式都是将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放在最前面，极力凸显其个人地位。在中共滴水不漏的宣传体系里，官员及其配偶的报道顺序、用词、篇幅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规矩，绝不可能随意改动。这个小小的变化被外界解读为一个清晰的信号，彭丽媛的地位正在被刻意淡化。这不是孤立，彭丽媛在会见外国元首夫人时的言辞，也从2023年那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仿佛以国母自居的口气，变回了如今更加常规和收敛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有分析认为，这是直接反映了习近平本人权力的部分。坊间一直有传闻说，彭丽媛深度参与政治，是习的幕后高参，甚至担任中共军委干部考评委员，在军队人事任命上有极大的话语权，并涉足军队以外的其他系统，还培植了山东帮人马。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前新疆书记马兴瑞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在去年传出习生病、权力动摇的消息后，据说彭丽媛已经被赶出了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他的山东帮成员，比如马兴瑞、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等人也被免职。俗话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彭丽媛地位的这种微妙变化，就像一个温度计，测量着习近平权力核心的真实温度。而现在看来，这个温度正在下降。我们看到了天上的凶兆，也看到了中南海内部的权力异动。那么，习近平当下最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官媒9月16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给出了答案。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事关网络安全，总书记反复强调这个关键词”。文章提到，9月15号至21号，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高水平安全守护高质量发展。文章还说，中共的18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网络安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人民二字贯穿始终。他反复强调，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有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这是在拿人民当幌子。他所谓的网络安全，从来不是为了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了共产党的安全，为了他自己的权利安全。他想把封网的责任推给人民，好像是人民需要封网一样。官媒突然发表文章大谈网络安全，据信与尼泊尔有关。就在不久前，尼泊尔的亲共政府因为效仿中共搞网络封锁，结果激怒了 Z 世代的年轻人，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亲共政权在一夜之间就倒台了。抗议中，愤怒的民众甚至放火烧掉了被认为是政府喉舌的媒体集团总部大楼。有网友评论说，
烧掉喉舌，安抚政府就哑巴了，人民的真实声音才能传递出来。尼泊尔媒体大楼被烧，中国媒体没敢报道。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搜狐网9月10号报道了尼泊尔政府大楼被烧，总理等数十名官员辞职。中方发布预警，提醒在尼泊尔的公民注意安全，但这个报道后来也被下架。可见尼泊尔的这场颜色革命对中南海和习近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为什么？因为尼泊尔所做的正是中共每天都在做，而且做得更极端的事情，封锁网络，压制异议的声音。那么习近平看到尼泊尔政府的下场，能不心惊胆战，害怕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吗？官媒称，习近平反复强调网络安全，不也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和恐惧吗？其实，现在中国爆发人民大起义的所有条件都已成熟，等待的只是一个导火索。好了，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拼图都放在一起。你看，故事的脉络非常清晰了。在外部，一个小国的变天，因为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网络封锁神经，让最高层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和恐惧。在内部，最高权力核心出现了不稳的迹象，连第一夫人的地位都被悄悄降级。而就在这内忧外患同时迸发的时刻，北京的天空和大地又接连出现了被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为王朝末日的凶兆。这一切真的都只是巧合吗？还是说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是历史周期率不可抗拒的体现？今年的年份也很有意思，按照天干地支，今年是乙巳蛇年，据说正是预言中中共运以中的年份。同时，这也是习近平的本命年，犯太岁，恐有灾祸。当这么多的意象、传闻、政治信号和现实危机都同时指向一个方向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巨大的时代变革是否真的已经近在眼前。我也非常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您认为这些意象和政治变动之间有联系吗？您觉得中国未来会走向何方？请在下方留言区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